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在广州工作多年的柳州老表陈家俊，有空也常去牛杂档转转。我们柳州也很喜欢吃牛杂，但是不是这种是广东的牛杂，我们那边是那种酸辣的，在外地呢吃不了家里面的嘛。14年前从北京毕业的陈家俊来广州工作，但干了几年，终于克制不住灵魂深处的躁动，把亲朋眼中稳定的工作给辞掉了。从小特别喜欢吃，所以说就有个梦想，想开一个螺蛳粉店。第一家店我们开了还比较成功了嘛，然后后来就觉得可以这样不停的复制开店啊，有点盲目扩张了。然后自己可能其实能力也有限哦，从来没做过餐饮的，把赚的都赔了。几年时间，螺蛳粉火遍全国，陈家俊却把赚的钱亏了回去，但他毫不畏惧，转头就盯上了另一个柳州人的挚爱——牛杂火锅。当地那样搞得不辣。对，我吃够了，不够，我吃不够。觉得就是哪怕输了也没什么啊，输了也可以东山再起。我回柳州几乎吃遍了柳州的牛杂，啊，要选了一家就自己觉得比较不错的，想把它像当年螺蛳粉一样带到广州来。在牛杂遍地的广州，想要征服口味刁钻的老广，货源上陈家俊没少下功夫。呢個派熱呢個正啊得啦，我都貨，呢啲係我嘅貨啊。全部係你嘅嗱，呢個雪花肉，牛脷喺呢度，牛展喺呢度，乜都有齊㗎。嗱，今日有冇骨髓啊？骨髓今日未有，聽日正常供應啊。今年好靚喎。今年好靚。牛杂不比猪杂供应多，和老板打好交道，对上暗号，每天最好的部位才能收入囊中。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找遍了好多市场，找遍了好多那个老板啊，拿货也试过不同的货。火锅店刚开半年多，食材的品质陈家俊盯得最紧。能与杂碎为伴的人，大概天生比较乐观，才能耐得住日日清洗的辛劳。像百叶这种东西啊，特别难，又臭又脏的那种，要把它处理得很干净。特别是那种叶子里面啊，要一片片的把它剥开，一定要处理干净，吃起来才没有异味。柳州人对牛杂的喜爱程度，几乎能和螺蛳粉相提并论。如果说广式牛杂包是醇厚的，那么柳州的牛杂火锅多少带点野性。牛的各个部位一应俱全，除了常见的牛百叶、牛肠、牛舌，牛脑、牛骨髓，甚至是牛蛋这些稀缺部位也一字排开，等待钟情于它们的食客来挑选。除此之外，陈家俊还加了老广喜爱的猪天梯、猪脆肠等，全方位满足内脏爱好者的口腹之欲。火锅的锅底也极具地方特色，焯水的牛骨提前熬上2个小时，吃的时候在锅中加入螺丝、酸笋、辣椒等材料，再注入骨汤，咕噜噜煮开。调好的锅底鲜中带臭，酸中带辣，组成了独特的柳州味道。光是闻到这酸辣味儿，口水已经忍不住。
加上喜欢的牛杂往汤中一放，看牛杂在汤中舒展又卷起，沉浮起落间上演一场热情奔放的美味相逢。牛百叶、牛舌、黄喉、牛骨髓，爽口的、嫩的、脆的、滑的，不同的牛杂在嘴里奏响摇滚乐，带来多重的口感体验。再蘸点特制酱料，酸酸辣辣，别提多带劲儿了。能一起吃杂碎的是好朋友，一起吃螺蛳粉味杂碎的，大概称得上是真朋友了。这就上瘾，上头了。我觉得我就应该在旁边开个理发店洗头。我喜欢吃牛杂，还有那个牛肠，就肠的话你处理不好的话很腥嘛，但这个就不腥。如果觉得火锅烫嘴，清凉爽口的凉拌牛杂也可以满足食客喜欢酸辣的胃。烫熟的牛杂加上秘制酸辣酱，红油撩人，牛杂挂满酱汁，开胃解馋。吃完牛杂，就着酱汁拌上柳州切粉，嗦上一口，酸辣爽滑，精神抖擞。极具广西特色的鸭脚包也吸引着识货的老乡。带皮的鸭脚在热油里炸到金黄，皮肉脱离，放入田螺、酸笋、鹌鹑蛋等配菜，点缀上紫苏和特制的螺丝汤焖煮。厚重的滋味带着满满的胶原蛋白奔涌而来。鸭脚皮的软糯，肉的酥烂，筋的弹性，在唇齿之间肆意盘旋。我就知道，是我老乡了。我妈是会长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里跟这有什么区别？吃起来差不多吧，还挺正宗的。我那个粉就是从广西来的，就拿那个粉。凭着地道的柳州味儿，陈家俊在美食遍地的广州征服了许多同样好这一口杂碎的老饕，更吸引了那些身在异乡的柳州人。听着亲切的柳州话，闻着熟悉的酸辣味儿，满足了胃，更满足了心。在热气翻滚间，他们仿佛回到了家乡。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吃馋，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我们今天教大家溜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喜鹊报喜。溜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溜这个牛爪。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
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炒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3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你外國用碟đơn lại không? À, chứ hả? Chứ giờ đẹp cái gì là À ha, cái có ai会德光熟啊？做龙川虎肚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30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常学常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2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5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菜式。giờ tới từng năng máy khác đơn in người cái tiền lót tiền xéo chủ phía câu bạn này sân thao chỉ có anh cái cứng ung cái giang lọt khờ ý sai đó cha tiểu cha cái trái cho khi lại cái bị các ý cha cứng ung sắm thao tem đi bạn này đánh lọt khờ này thì khi vào cha cái ý ở cục chỉ cái chắc này sân thao thì đó đều là chân hàng这啥？你的烘烤对的，这啥？这个烘烤呢，伊是不入水的。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5到6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炒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这啥辣出来，辣熬煮，这啥，还得煮多少？我这用刀就是起到一个去掉对干臭土这个味。拍呢個膠硬，好似個蝦條去打，因為本身對乾係最貴嘅，所以必須都要去打。伊只揀要落5個卡切，它來包，會是冇分。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來，這個，這個打來。這個就叫做乾炸乾花。乾炸乾花呢，到最後這個菜呢已經是接近40年，地少無人做，所以咱今日就練呢，
把将伊的食吞落这段呢，给搬出来，让厂人来个吃头就。传统的手工材料有这样，有一撮遐60去10个，该人呢，到现在我点到剩的这个菜啦。许多旧时潮州沿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才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6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悦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悦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100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现在那个菜个所有老姜煞个做起来，我来点个杯个炖呢。好。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君悦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我那个配合了调好，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劳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劳破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破对于欧厅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结婚，劳破逆袭的好时候到了。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稀饭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劳破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1斤五花肉出2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劳破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悦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劳破的珍惜，欧厅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悦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起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劳破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劳破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10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又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劳破粥好吃的关键，除了劳破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劳破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儿。
慢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的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劳破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1勺糯米，2勺劳破，少许辣椒汤，再加1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6晚6，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1整天。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千碗都做过，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煮好的劳破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劳破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1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水煮鸭柳，非常好。習慣呢個更多食，佢幫人定聽人講啊，都好食。啊，嗨哈 ，hello 哈。靠着这一碗劳破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10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劳破粥了，有成就感。一辈子这还能够做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劳破点缀。劳破与香菇炒出油脂，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劳破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1勺猪油，爆香劳破，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劳破已成为瓯厅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劳破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
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干，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10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氣圍住撲騰的魚群。200零斤一日到啦，不過要走幾笪地方。你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草魚，廣東人稱之為鯇魚。在廣東，每年有近100萬噸的鯇魚被送上餐桌。徐美紅和丈夫彭偉天經營的魚粥店，主要食材正是這池子裡的鯇魚。要拿吊水的。吊水的意思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排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給它吃的了。內臟啊都比較乾淨。在萬物皆可粥的廣東，生滾粥一直是老廣的心頭好。提前3小時熬製的粥水，粥底綿密，切成大塊的鯇魚肉只需一點生粉和油鎖住汁水，放入粥裡煮到魚肉9成熟時，快速出鍋。滾燙的粥水包裹着魚肉，端上桌時熟度剛剛好。吃一勺下去，鮮味滑過舌尖，濃郁的米香帶着暖意，把老廣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龍的番禺，一間餐飲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獨到的秘訣。每日新鮮捕撈的鯇魚送到店，徐美紅圍着魚轉的一天正式開啟。在舊店的那4年多的過程，都基本上是我殺魚。我一天殺很厲害的啊！我一天殺大概舊店的時候，我都殺100來斤的魚，而且當時的魚很大，一般都超過10斤重。我連殺子我都搞定。店裡的鯇魚都是現殺現煮，為滿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結婚多年都不用下廚的徐美紅，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親自上陣。常被當作邊角料丟棄的魚腸，在廣東廚師眼裡，可是未經雕琢的璞玉。我們通常都不夠賣的，因為一條魚只能做一個，除了那個膽以外，什麼都可以吃。我們的魚腸都把它通開來，裡面是很乾淨的。因為內臟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來那個有口感又不油膩。先把它炸了以後，這個內臟同時是熟的，內臟其實要煮熟才健康。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韧，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靠着琢磨一条鱼，徐美红的店越做越大。从市场里只有夫妻俩人的小档口，到租下现在300多平方米的大门面，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也曾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学院在做加工厂，然后没经验又没有技能，所以都搞垮了，大概200多万。本来自己已经有3套房，逐步卖掉来抵那个债务的，到最后都没办法了，连剩下自己住的都要把它卖掉了，应该说很绝望。欠债还钱，夫妻俩从没想过逃避。开过烧腊店的彭伟天决定从餐饮业从头开始。差不多1年，天天付出劳动是没收获的，还完一笔一笔就感觉轻松一点了。也很感恩换了这个行业的话，令我们可以生存下来。涅槃重生后，徐美红希望每个员工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最新的分店，旧店里的老员工入股当起了老板。第7家的股东，第7家的话，我们让利出去，让他们入股，保证他们只做不赔的性质来玩一下。没有服务员，名厨制作，自助点菜，自助取餐。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这间藏身于村里的大食堂总是高朋满座。如今店里多了很多新菜式，但是最吸引食客的还是那份鱼味儿。唔可以輪嘅，佢呢度睇住個湯魚就即刻行過去，叫佢留條魚蛋過嚟得啦。好好味。無論境遇多難，依舊樂觀面對，保持着做好食物的初心，10年如一日，把普通食材料理得美味實惠。也許正是夫妻倆吸引眾多食客的原因吧。在老廣的巧手中，魚的邊角料可不只能入菜。廣州街尾的糖水店里，本地人都少見的傳統甜品魚鱗凍，便是真魚鱗製作。漂洗浸泡過的魚鱗，只加入桂花乾，大火煮開後，小火熬上30分鐘，等待魚鱗中的骨膠原慢慢析出，過濾掉魚鱗，無需添加凝固劑，只需冷卻後放入冰箱凍上12小時，便大功告成。果凍般嫩彈的魚鱗凍，一點魚腥味都沒有，舀一勺放入嘴裡，入口即化，從鼻腔到味蕾，滿滿都是桂花香。要說吃雜碎的終極挑戰，還得是去過廣西瑤族的吃貨才能懂。難得國慶長假，對家和美食的念想，牽引着常年在廣東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時間驅車回廣西老家。我仲覺得魚啦。啊，咁咪？你嚟啦？幾包啊？唐玉玲是都安人，空軍退役後一直留在廣東工作。今年去豐開當駐村幹部後，回家的時間也少了。2個女兒在本地讀書，
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他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不知道。东山羊，知道吧？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角的，绵羊是没有角的。你看那个角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不吃的，听我们讲话。他听我们讲话了吗？他不是的，这是羊妈妈来的。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瘪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养之后，第二天一插，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撇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里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这个意思。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百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呢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百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觉得就浪费掉了。羊百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咱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儿，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最少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芭蕉心来，结果煮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它拿去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煮。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清甜的。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
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透熟，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儿，再加入羊骨头焖煮。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1个小时就可以了。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乡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另一边，唐妈妈提前1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我来玩玩了。把你個你好，干杯！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洋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2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